弹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谁是因铁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被恨弄脏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在这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。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写上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的挑战，和战斗一样让它闻风丧胆，肆虐的野蛮，一个也不放。我是自己的神，从来不投降，眼里的希望，黑暗中绽放。我让所有眼泪全部都风干。你怀疑我？西纯，西纯，全世界的人都可以怀疑我，但不可以是你。就因为我曾经认识 Ryan， 所以你就怀疑我，这不可以是个巧合吗？我是警察，不管是谁，只要那个人有嫌疑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这是我的职责，我希望你明白。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警察，而是你根本就不信任我。不论你做什么事，我都不会怀疑你，因为我相信你。我对你的信任是完全的，而你呢？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我是你其中一个信任的人。原来都是空口说白话。我无法每天提醒你吃饭，不要吓我婆妈，西纯。西纯，被我抓到了。如果你不伸出你的手，就算我费尽心思，我也只能够在岸上看着你。我被快到手挟持的时候，我感到很害怕，我怕再也不能够爱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相信两个人，婉柔，还有你。
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？你送给我的盒子我收到了，谢谢你。我不应该怀疑你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其实我刚才反应也太激烈了。我觉得难过的是，不管我再怎么样努力，我们之间的距离还是那么的遥远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对我这么好，我感受到了。只是我很害怕。你在害怕什么？这就是我父亲留下来的痕迹。每当他发怒的时候，他就会用香烟。我一直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这么恨我和我妈？他跟我们的沟通，只是他的拳脚。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魔鬼不断的折磨下度过。当我想起，连我亲生的父亲可以这样对我，我再也找不到别人真心对待我的理由，因为他。我无法信任任何人，我到现在还是很怕受伤。对不起啊，我实在不应该勉强你接受我，我更不应该责怪你不信任我，真的很对不起。这是我最大的秘密，我现在没有事瞒着你。小倩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对你是真心。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你开心，不要放弃幸福，好吗？哇，是你啊！你还像以前那么胆小。不要太担心，放心吧。如果事情不是你做的，真相早晚会水落石出的。我打过老婆，坐过牢，人家就认定我会使用暴力，他们都戴着有色眼镜看我。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。我也想改过的，可是谁给我这个机会？人只要错一次，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了。别这么说，我相信还会有人支持你的。怎么
那么相信我？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。你是第一个这么说我的人，你忘了以前你曾经救过我吗？有吗？记得念书的时候，有一些流氓要向我收保护费，你却挺身而出，还叫老师把他们给赶走了。对，我记得了。我们到外面还给他们打了一顿呢。哎，当时候你明知道是对付不了他们的，还选择了出头帮我，这对我来说就是真正的正义感。所以我绝对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。在中学所有朋友里啊，只有你跟阿坤是最够朋友的。阿坤？对呀，我的同班同学蔡成坤，你不记得了？当时他在学校啊，他的成绩是最好的，而且人也长得帅，很多女孩子都喜欢他的。你忘记了？我们学校有这号人物吗？有，阿坤跟我一样坐过牢的，我们也算是难兄难弟。那天我才跟他吃过饭，我还跟他提起过你呢。他为什么会坐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我也问过他，不过他好像不大想提起，那我就没问了。谁 ？Sorry， 是不是故意撞我？小飞你啊！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呀！见你们！住手！警察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走。喂，你没事吧？薛，小意思，你没事吧？喂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帮帮忙吧。你怎么那么害怕？我怕血。金永健怕血。记得中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检查身体，必须赤手指验血生。当时永健怎么也不肯，还跟老师吵了起来呢。原因是他怕看见血。明叔，永健那么怕血，怎么可能做出肢解尸体的事呢？大蒙，你多久没有见到金永健了？大概有5、6年吧。你看，都那么久没有见面了，你那坐牢的事情你都不知道，你了解他多少？可是昨晚他依然很怕看见血啊，这一点完全没有改变过。大蒙，脑袋不要那么死板，可以演的，演戏懂不懂啊？装怕血多难啊！他应该不会这么做吧？看人呢，不能看外表而已。就好像很多人呢犯了罪，就想尽办法来掩饰自己的罪行。金永健呢就看准你信任他，所以要利用你来帮他洗脱罪名，懂不懂？你太主观了，现在还没有证明金永健是凶手 ，OK？ 我推测而已啊，我是不希望这大傻瓜被利用啊。大蒙啊，金永健是不是清白，我们自然会查得清楚。既然没人把你调离这个案件的话，你就不要插手了。明叔，我不是故意要插手这件案件的，只是希望可以提供一些线索给大家参考。大蒙，我们是你同事，也是你朋友，难道你不相信我们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我当然相信你们啦，只不过什么？金永健就算怕血，不代表他不会杀人啊。就好像每一个人呢怕鲨鱼，但是很多人还是喜欢吃鱼翅啊，道理是一样的。这怎么一样呢？我不认同你的说法。我投降。明叔，昨天永健跟我提起一个叫阿坤的人，应该是他的好朋友，也许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线索呢。他的全名叫什么？蔡成坤。
买什么东西？他买了一把锯子，还有一把斧头。肯定是有问题。喂，他买这些东西，难道是用来分尸？谁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找到新工作了？那太好了，恭喜你啊！我等一下要去见一个人，就是上次跟你提过那个，我当然喜欢他了。我也觉得他蛮喜欢我的。哦，那好，我们再联络，拜拜。刚才除了金永健，还没有其他人进出厕所。没有啊。婉柔，你到很久了。我也刚到不久。温小姐，干什么？婉柔会有危险的。有我们在这，你怕什么？小心打草惊蛇。欧阳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在干什么？我要拿东西。拿什么东西？我要拿书还给他。你拿这个找婉柔干什么？你说啊！这个是我的修车厂要用的。我不相信。是我约永健来这里。你约他干什么？永健只是要把书还给我而已。原来这是一场误会啊！两位，抱歉。永健，你先走吧，我们改天再约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跟金永健单独来往，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请问我有答应你这么做吗？你现在算什么？跟我怄气啊！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啊！你不必担心，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你清楚？那你清楚他可能是一个嫌犯吗？随时伤害到你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你们现在还在调查阶段，凭什么认定永健一定是凶手？再说辅导病人是我工作，你没权干涉我。婉如，你不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好不好？答应我不要接近他。你关心我，我很高兴，可是我不认同你的态度。等一下，你说清楚，我现在什么态度？你连基本尊重人的礼貌都没有。我什么时候没有尊重过别人？你先入为主的把永健当成是一个杀人犯，你知道这么做对他有多大的伤害吗？我是发现他行为古怪、情绪失控，我不可能没有根据怀疑他，你懂不懂啊？永健的确是被一些问题困扰，我也尝试在帮他。他现在需要的是别人给他应有的一点尊重，可是偏偏就有像你这样的人在歧视他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你处处维护他，认定他不是凶手，那你不是先入为主吗？
跟上来干嘛？Chocolate maracas, baby, got a lot of hot patatas. Baby, your maracas chocolatas, la moca loca de Ibiza Caracas. Baby, baby. Now we got the jams to keep the joint jumping, and we can plan a plan to keep your rump pumping. We're super granny when this grammar is atrocious. With your belly beats, everybody knows us. Tell a DJ to crank up all the fade. Maracas always grooving, so keep your body moving. The movement keeps improving, keep on doing what you're doing. Your body is a thing that makes this party bang. So let your banger hang while you shake it for the gang. Boom, boom, baby. Shake your chocolate maracas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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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t patatas. The maraca chocolatas. De Ibiza a Caracas. Boom, baby. Shake your chocolate maracas.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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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t patatas. Boom, baby. Your maraca chocolatas, baby. Yeah. Undies on your block, think your party gonna rock like a lightning shock. You know the undies gonna rock you. Undies on your block, think your party's gonna rock like a lightning shock. You know the undies gonna rock you. Undies on your block, think your party's gonna rock like a lightning shock. You know the undies gonna rock you. 我不是叫你不要跟上来了吗？我也说过了，不管你用车、用脚，不管你跑多远了，我都可以追到你。哦，不是吧？我这样做也感动不到你。傻瓜，还不上车？开嘴巴，吃点粥，吃了才有力气。就是他。我不会忘记他对我和妈做的一切。如果真的像你说的，过去3年他都在假扮有精神病，那他忍耐力也真的是超乎寻常。你认为他是真的疯了？这我不敢肯定。我只是认为，一个正常人如果被关在精神病院里3年，就算没事，也会被逼疯的。喝多一点，再喝多一点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快快帮忙啊！没事没事没事。帮我压住。一定是逃到外面去了。西城，你帮我召集医院的学位，帮忙搜查。你往那里搜查，随时保持联络。可以。你在干什么？我要爬山。来，跟我来，我带你回去。我要爬山，我要爬山。以后再爬，我们先回去休息。乖，来。要吃药啊？不是，来，我们先回去休息，休息了再爬，好不好？来，慢慢来，这里。你还想跑？放开他！不要，我要跟他玩老鹰抓小鸡。来，你以为你逃得了吗？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放开他，否则我一定会开枪的。好啊，你开枪了，开枪了！干！不要开枪！救我！救命啊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放开他！好，我放。呀！
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走，回来，走来。你不是要开枪吗？开枪了！开了！开枪了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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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青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个神经病啊，原来是 Madam 的父亲。难怪他整天板一张臭脸啊，原来有家庭问题。欧阳啊，可以有点同情心吗？我是在同情他。是吗？我总觉得你是幸灾乐祸。我不是吧？我是在分析他的心态啊。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嫉恶如仇，为什么他个性那么刚强。今天我终于明白了，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爸爸。对，可是我听说 Madam 对他父亲的态度非常恶劣，我猜 Madam 的父亲一定是曾经伤害过他。黑熊这个人我略有所闻，他以前干了不少案啊，还杀过人。Madam 的父亲不但只是神经病，还是罪大恶极。Sorry 啊，一时口快。其实你说罪大恶极也不为过，正确说法是黑熊这个家伙呢，已经涉及2宗谋杀案，还有4宗抢劫伤人案。喂，你怎么那么清楚啊？大家还是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啊。迪伦，你好像知道些什么啊？我不清楚。你就说嘛，跟大家一起分享啊！你们要知道什么 ？Madam，大家要知道什么，直接问我。我已经给你们机会发问，既然你们没有问题，这件事以后不用再提了。哇，他经历那么多，还勇敢面对一切，比起很多人他坚强很多啊。哇，难得欧阳懂得佩服人，真的是破天荒。我说那么多，不代表我认同他的做法，也不代表我佩服他，好不好啊？大家去工作，来。你呀，刀子我不腐心。大家都在关心你，没有恶意的。我知道。其实这里也不只是你有黑暗的过去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我握枪指着黑熊的时候，当时有一刹那间，我真的有一股冲动，想开枪打死他。还好我的理智最后还是战胜了我心里邪念。我想，如果我真的开了那一枪，我这一生就没有回头路。我也为你感到庆幸。我很感谢上天给我这个机会，能够让我面对我心里的噩梦。不过，只要有一天黑熊还没有得到他应得的惩罚，我还是无法摆脱这一切。Madam，
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一起合作。你坚信黑熊是假装的神经病，我们就一起想办法逼他露出真面目。我就不相信，以我们两个力量还斗不过他，对吗 ，Madam？死者是女性，被肢解成8块。尸体的切口和上一宗的碎尸案很相似，应该是用同一类的工具肢解尸体。你们看，连包裹尸体的手法都一样。你们说凶手是不是同一个？你们看这个，怎么会这样的？这可能是死者临死前曾经想抓什么东西，所以手掌的力道还没有松开。希望这次能够查出多一点关于凶手的资料。艾登，我在附近发现的这个手机，有可能属于死者。那么干净，一定是刚掉的。拿回去看看有什么发现。Yes, madam。秘书，尸体是怎么被发现的？是一名男子报警的，他本来是来钓鱼，但发现这个已经暴露在外头了，还没碰过尸体。凶手怎么会这么大意，让尸体暴露在外？这几天天气那么好，泥土不可能被雨水冲走的。会不会是因为动物闻到尸体的味道，所以来挖掘啊？照你这么说的话，尸体早就被动物给咬走了。可是你看纸袋还有尸块，根本没有被咬过的迹象。会不会有人希望我们发现尸体？永健，婉柔，不好意思，脏兮兮的。没关系，找有事啊？有件事我想找你谈谈。哦，好，去我办公室谈嘛，里面有冷气啊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们在这里谈也一样的。好吧。我是来通知你，我已经帮你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医生了。什么？他叫Dr. Lee，我已经大略跟他提起你的情况了，他很有信心可以帮到你。健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要我看别的医生？你不是说过你不会放弃我的吗？没有，你误会了。只不过Dr. Lee是这一方面的专家。连你也放弃？你为什么要放弃我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那个臭警察，是他不要让你跟我见面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我完全没有放弃你的意思，不然我也不会来这里啊。文健，你干嘛抓我的手啊？你冷静点，放手好吗？啊！你说过你不会放弃我的，你不可以放弃我的，你不可以放弃我的！啊，永健，我没有放弃你，你放手好吗？很疼啊！不可以放弃，不可以！死者艾琳·王嘉丽，今年24岁，单身。她跟 Cindy 是一样的，保险推销员，也是外地人，同时也是失踪人士。Cindy 和艾琳的背景相似，可见凶手对他选择的目标有固定的条件，比如单身、外地人。他们在这里没有亲友，社交圈子小，属于生活孤单的女性。就算他们失踪了，在短期内也不会被人发现的。凶手选择他们，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还有，现场找到的手机正是属于艾琳的。根据死者通话记录，他最后一次通电话是打给金永健。金永健，Madam， 要不要马上把他带回来？我还是觉得事情有点不寻常。就算他不是凶手啊，他肯定接触过艾琳的。上次我盘问他的时候，他口口声声说没有接触过艾琳，根本就是做贼心虚嘛。Madam， 见证科的同事在死者的指甲里找到了一些皮肤纤维，从中抽出了一些 DNA 样本进行核对以后，证实了是属于金永健的皮肤组织。
马上申请拘捕令，把金永健逮捕回来。 Yes, madam. Madam， 你们要去哪里？你又忘了我说的话。Sorry。大妈，我们有证据证明金永健涉嫌2宗徇私案，我们现在去逮捕他。 这个女孩子24岁，名字叫艾琳。老远来到这里工作，就是为了赚钱养家。现在人死了，剩下父母亲还2个年幼弟弟，你知道她有多伤心吗？看着我，我叫你看着我，听到没有？认不认得这个女的？我不记得了。金先生，我们在命案现场找到死者的手机，里面有你跟他通过电话的记录。我们很肯定你接触过他。我劝你还是说实话吧，好吗？可能他真的有给我推销过保险啊，但也可能我们只见过1次面，我怎么记得那么多啊？这张从哪来的？我不知道。是死者抓伤你的，对吧？不是，不是。你刚才说不知道，现在说不是，你在说谎。我们在死者手指甲里找到你的皮肤纤维，证明他曾经抓伤过你。这你又怎么解释啊？无话可说了吧？真亏大曼相信他这个朋友，他知道了后啊，一定很失望。这2个女人都说要跟我交往，原来这是要骗我买保险，口口声声说为我好，为我好，都是一派胡言。她们都是贱女人，都是贱女人。那你为什么要杀他们呢？啊？因为他们对不起我啊，还骂我丑，骂我癞蛤蟆像是天鹅。我就是让他们知道，羞辱我的下场是什么。说我丑？不，你不丑，你不丑，你长得很好看，你长得很好看。求我？我求求你放了我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做什么都可以。贱女人，死到临头才肯说好话，对不起我的人，就是死。全世界都看不起我，没有人看得起我。只有婉柔，只有婉柔对我好。可是她不喜欢我，她喜欢你。怎么样？现在连我也想杀，是不是？金先生，那
你杀了辛丽和艾琳之后，就肢解他们尸体，对吗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你肢解他们尸体的过程？先说辛丽好吗？当时你是在哪里肢解他的尸体？在一间空屋里。空屋？什么地点啊？我不记得了。你想玩什么把戏？我是真的不记得了。那你记得你用什么工具肢解他们的尸体？刀和锯子吧。什么刀？什么锯子？麻烦你形容一下，可以吗？就是你家里用的那些刀和锯子啊，怎么形容啊？那你把他们的尸体埋在哪里？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我到底把他们埋在哪里？什么？永健他认罪了？哎，大妈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人呢是善变的。金永健呢，可能不是你以前认识那个学长了。我知道他情绪不稳定，精神状况也不好，可是无论如何，他是不会想杀人的，更何况做出那么凶残的碎尸案。大萌，罪证都有了，金永健认罪了，你为什么不能够接受事实呢？你的这个学长希望人家不要看不起他，现在却做出更让人看不起的事。Madam， 我想跟永健谈谈，确认他的口供，可以吗？大萌，你到底坚持什么东西啊？哈，你这样子做没有意思的啊。因为永健是一个容易被人误解的人。对，大萌，你说清楚一点。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一样，就算那天在跑，他只是不小心撞上一个女人，人家就以为他要非礼，可是他根本都没有。每当有坏事发生的时候，第一个被怀疑的人就是他，就因为他长得不好看。我不能答应让你见他，不过我决定不要起诉他。为什么？整件事有很多疑点。首先，凶手上次埋尸体的时候显得小心翼翼，尸体埋得很深，当时是因为下了几天的雨，才会让尸体露出来。可是这一次凶手太大意了，所以我觉得艾琳尸体出现非常的可疑。最后，是金永健的供词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。没错，金永健很清楚地描述虐待和强奸死者的情节，但是他无法说清楚肢解尸体的过程，甚至连埋尸的地方他也说不出。他精神有问题的，他很有可能杀人以后完全忘记这件事情啊。如果一宗案件是这样，这一点还可以成立。不过现在是2宗案件，他只能记得虐杀的过程，所以我觉得很奇怪。除非凶手有2个，在这2宗命案里，金永健只是参与虐杀的过程，其他的事情都有另外一个凶手在做。好，大家不要松懈，继续追查，一定要找到更多的证据。Yes, madam. 大猛，你别急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。哎，安迪哥，欧阳，婉柔不见了。释放，银色簪已发光，呼啸的剑锋擦亮，水是因天而战，善良被邪而埋葬，现实悲恨浓胀，自尊被踩在战场，风潮遮蔽曙光，伤痕记载着心脏，下一秒撕开诡异的谎，染血的土壤，锐利的刀枪。倔强在这一刻用眼神协商，愤怒在狂燃，天地间交战，和尘都一样，让它闻风丧